这样呢？声音这样怎么样？看一下，怎么样？有了，有声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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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有了。70几位，再等2下，再等1分钟，超过100位我们才开始讲哈。大过年的，可能很多人都还在外面逍遥哈。你们有了，有了。朱家祥说：“廖大晚安，诸位台湾国的先进晚安。”那现在已经不是台湾国了哈，我们现在的方向是入美51州了哈，入美联邦了，大方向不一样了哈。不过还是我们还是接受所有政治倾向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我们也接受。只要你反共，我们只接受所有反共的人哈。所以我说入美51州我们也接受嘛。你说你现在要回归美国，成为美国你的母国，我们也接受嘛。你说要台湾我要独立，我台湾要独立建国，我也接受哈。只要你反共就好了，100多位了，180、200多位了，可以了。好，为什么我今天做这个题目啊？各位你想想看哈，为什么说蓝白捡到枪？你看赵少康这些人开始在攻击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关税法案。美国给了我们的关税是全世界最低的关税，15%，而且不叠加。什么叫不叠加？就是15%，不会像有其他，比如说中国是什么？因为你的什么芬太尼给你叠加多少啦？它就是15%，而且我们70%、80%的货，包括跟晶片有关系，全部都免税嘛。所以台湾是全世界得到最好的关税待遇。可是你看到为什么蓝白第一他不愿意审哦？蓝白在立法院不愿意审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如果不通过的话，就像韩国不通过这个法案，川普直接跟你讲说，那你的关税直接加到25%。如果这样的话，我问你，台湾的传统产业怎么活？怎么活？台湾传统产业唯一的活路就是美国在这个关税大战之下，台湾的关税比人家低，所以我们卖到美国的货就比人家便宜，这是我们唯一的生路。可是蓝白要把这条生路斩断，你认为台湾的什么？你们台湾的工商业会放过他们吗？所以这件事我不是太想讲这个事，这个是留给什么？留给我们的工商团体去找他们算账。蓝白的工商团，我看一般的工商团体都是蓝的。我跟你讲，我上次不是讲，我有一个观众非常好的观众，他是台湾的工商协进会的朋友、建研会的朋友，他跟我讲说，这个工商建研会里面80%是蓝的，20%才是绿的。好啊，那你就80%是蓝的，这样的一个关税不通过，你说这些人会不会要他们的命啊？所以我常常这个事情，我们是其实是什么？我们是卡关说跨背修探，我们是站在高处隔岸观火，但是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哈，因为他们以为捡到枪。美国的大法官宣布，川普这个跟各国关税是违宪的。违宪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说你不能科关税，是你不能源于这个不能用这个法案哈。不能用这个法条啦，不是说你这样是违法，你要弄清楚这件事情哈。对啊，美国的大法官认为，美国国会并没有给你川普这个权利，这个给世界加税的权利。可是你觉得他会不会反对？他不会反对，因为什么？最高法院唯一站在的基础是捍卫美国的法律，而美国法律建立的基础在什么？在捍卫美国的世界霸主的国际利益。这个是我常常讲的，因为我一直讲说美国是个国际霸权，但是因为它背后是民主国家，是有议会的，是有人民监督的，所以这样的霸权一般人是什么？我放心让这个世界警察由美国担任，不然如果由中国担任，你敢吗？于是呢，美国的大法官，你不管什么大法官了，他只是在帮什么？帮川普什么？我觉得你这个法案不对，我帮你找一个法案，跟世界科关税，这个是美国的权利。为什么？我已经讲过，为什么科关税有效？我科你的关税，为什么你会害怕？我跟全世界科关税，全世界给我下跪，为什么？因为你们都在赚我的钱，全世界都在赚美国的钱，所以我科关税才有效嘛。
如果你没有在赚我的钱，我问你，我科你关税有用吗？我本来就没有赚你的钱啊，那我又没东西输到你美国，你关税有用吗？所以科你关税这件事情表示你是跟美国做生意的获利者。既然你是获利者，我美国就有权利什么？我有权利制裁你，是不是？你赚了我多少钱？你们全世界常年跟美国做生意都是什么？常年在顺差，全世界都在赚美国的钱了。美国不能说，哎呦，你赚的太多了哈，给我交一点出来，不行吗？这个本来这是美国的权利啊，你不爽，你不要来做我的生意嘛，这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这件事情，蓝白把这个事情当作他捡到枪拿来这个说事，我跟你讲，会被人家笑死，而且台湾人不会放过他们。所以赵少康，你们这些觉得很好玩，对不对？其实你们国民党地方势力都是工商业，别以为说什么，别以为说你这样做，然后伤害了你的金主，这个金主还会挺你。有一天呢，为什么国民党蓝白他敢得罪自己的金主？为什么？挡这个关税完就是得罪自己的金主嘛？他为什么敢这样做？因为他后面的老板叫做共产党啊，吹得太急啊，共产党给了他极大的压力，你必须要帮我把这个挡下来，要不然台湾飞到天上去了，我抓不到你了。完全是这个动作，完全是站在美国中国立场，永远没有站在台湾跟美国立场。可是他把台湾人看得太扁了，他以为台湾人看不懂吗？台湾人是走遍天下啦，台湾人手提一个皮箱走遍天下的人，怎么会看不懂这个国际关系呢？所以国民党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对台湾人不闻不问。你认为他年底的9·1大选会怎么样？我已经讲了哈，本来我一直认为说以赖清德这样软弱的个性今年9·1很难选。可是自从郑丽文开始赤裸裸，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赤裸裸的亲共舔共之后，我就觉得台湾9·1大选有机会了。现在赵少康加上蓝白在立法院连这个关税案都不愿意审的话，赵少康说什么？你们谁敢审通过我就告谁。我问你，这种话是不是白痴讲话？所以这些人第一能又没有读书，你知道？立法委员立法还怕你告啊？这是立法委员的权利跟义务啊。然后我立法委员立了一个法，还怕你赵少康来告？你说这些人是真的他不懂还是什么？他急了，你懂吗？因为他后面的组织吹得太急了，所以他讲话就是完全没有逻辑嘛。没有逻辑的话，在台湾是没有用的你要相信我一句话，台湾人绝对有最清晰的逻辑。所以你看这个后面的后遗症对国民党是最大的伤害对啊，哪有美国大法官不捍卫美国利益的，好不好？而且我刚刚已经讲过，前提是你要赚我的钱嘛，你才会担心我的关税嘛。因为你不赚我钱，既然你这么讲了不合法，那你不要赚我的钱啊，你不要有货卖到我美国来啊。美国这个国家100年来都在什么？全世界都在赚美国的钱全世界对美国贸易都是顺差美国为什么它能活到今天？有哪一个国家常年跟所有的世界贸易都逆差？然后他能活到今天呢？只有美国这样的体系。为什么？你们想一想一个黄仁勋一个辉达才出来多久？他的市值是5兆美元黄仁勋市值是5兆美元，5兆美元什么概念多少个国家全国 GDP 不到5兆这个世界国家，它的每年 GDP 超过5兆只有谁？美国、中国没有啦。日本都没有，日本就4兆多，德国好像德国有没有5兆我不知道，大概最多是什么？中国、美国跟德国，德国应该可能有还没有，没有注意，但是日本是没有的。印度也才4兆多，日本也知道4兆多，一个国家一整的 GDP 才4兆多，黄仁勋一个公司价值5兆，我就问你，这样的公司怎么形成的？这叫寡头政治那这寡头经济，那个是因为他占领了全世界的什么最需要的东西嘛，而且只有他会做，当然他不会做啦，他是设计给台积电做嘛，所以全世界最好最优势的东西是台湾在帮忙促成的嘛，所以说全世界
全世界前7大公司全部靠台积电供应哦。台积电如果没有供应晶片给这些前这7大公司全倒啊。虽然台积电的市值在全世界排第五名啊，第6名啊，台积电它的市值在全世界不是最强的，但是最强的公司都靠我台积电供养你，我台积电不跟你玩，你明天全倒光。那我问你谁比较重要？中国有一句话什么流水的什么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对不对？就这样啊，你全世界最好最优秀的公司以前叫苹果呢，最早叫 Microsoft， 最后面叫苹果突然现在变成什么叫辉达 NVIDIA。 所以就说我不管你全世界谁的科技最强，最终都是要靠我台积电。这个叫做武林盟主，这块叫做武林盟主的。所以以前魏哲家讲说，哦，你黄仁勋这么敢赚啊，我卖你一片才3万美金，你卖给我要卖300万美金，但是他也得跟他买啊。虽然是我做给你的，但是我因为智慧财产就在你那边嘛，所以台积电可以跟全世界最优秀的公司合作，甚至撑起了所有科技公司的底气嘛。所以没有关系哦，下一次7大公司不是联合起来说要开发一个叫 以叫 CPU 嘛 GPU 嘛，它叫 TPU 嘛，说要取代黄仁勋嘛。我跟你讲，我们根本就不在台湾人不在乎啊，你是 CPU TPU 或者 GPU 全部都台湾帮你做的哪怕你最新的科技还是台湾人才能生产所以我常讲的台湾100年崛起，我是有根据的。居然台湾的政界没有一个人敢讲这句话，到今天都没有人敢喊了。包括我最近喊那个什么，我最近是不是在喊那个什么国民党是吧？我把国民党根都挖光了国民党到今天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什么，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反驳，是不是？所以呢，不是我们有多了不起，是我们的论述站在世界的前沿，我们的论述站在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前沿，所以我讲的每一句话，国民党连反驳都不敢。他怎么跟我反驳？因为我讲的都是实话，我讲的都是实话，你跟我反驳什么？来啊，你要跟我反驳的来，我们去英国博物馆，到美国博物馆，我们去查资料，看谁的对了。民国史这一段历史最好的记载最完全的应该在英国还是德国还是美国，连蒋介石的日记好像在哈佛大学博物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可以借到嘛。那我就问你，你跟我争什么争？是吧？你要跟我辩啊？张亚中要跟我辩吗？张亚中说这是孙文学校，我骂他骂了几天了，他敢不敢跳出来？他说他是孙文学校的校长，我都快笑死了。你是台大的教授，台大的系主任呢？孙文学校根本就不存在的学校，你还说这个不存在的学校的校长，这种你看这种事情，这不是完全虚幻的东西，然后敢拿出来讲？所以说这些人他们的人生讲大词嘛，呼口号嘛，其他什么都不会。所以在我们这种逻辑清晰的人面前，这些人是不堪一击的。我敢跟蓝营的所有挑战人，所有人都敢可过，你随时我可以接受你的辩论在我的节目或在你的节目来辩论都可以他们为什么没有人敢？我讲几年了，我从回台湾那一年我就说了，来我接受辩论到今天没有一个人敢跟我辩论，因为我讲的都是事实。我如果跟他们一样吹牛，早就被人家踢到太平洋去了，是不是？人生就是这样所以各位，我们今天做的每一件事今天做的每一件事绝对可以什么？可受公平，好不好？对所以我刚刚讲了，美国的大法官最后一定是捍卫美国的利益嘛。美国的霸权如果不能存在，它一切就是虚幻的。我已经讲过了美国只要还保留它的美元，世界用美元结算这个事情还存在的话，美国就不会倒。哪怕它的什么国债38兆又如何，58兆又如何？所以我说。我们如果有一天能够直打川普的话，我们跟川普讲，你要买格陵兰，每个人给10万美金；你要买台湾，每个人给10万美金，才多少钱？2.3兆，2.3兆美元对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根本就不算什么，而且台湾而且一个台积电就值1.7兆了嘛，是吧？它等于溢价买了台积电而已嘛。而在台湾有没有影响？就算说我们被
美国给我们一些什么？给我一个补贴，让我加入美国。你的财产还是你的财产啊？你是台积电股东还是台积电的股东啊？不是我台积电现在就被美国买走，没有美国只是说我们的国籍变成美国，他没有要买你的任何东西，而你的任何财产不但没有减少，还有增加。所以我们我们跳脱什么统独，我们跳出统独的这个范畴，我们重新想给台湾找到一条路，叫加入美国51州，加入美国联邦，对美国是最好的选择，对台湾也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得到美国的军事保护，美国只要说台湾是我的，共产党打死都不敢打台湾，你给他10条胆子，他都不敢打台湾。而台湾得到安全，我们可以继续为世界供应最好的晶片，也保护了全球的安全，这个才叫做双赢实赢。但是你说统独，为什么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台湾本来就美国的啊，它是美国的2战的战利品啊，是美国打败了日本。美国在硫磺岛死了3万多美军啊，他抢下台湾之后，他怎么可能让给你呢？是不是？当年只是因为蒋介石的部队，他也叫做什么？他也叫做盟军嘛，他也是盟军，他是中国战区的统帅嘛。但是这蒋介石这个窝囊废呢，已经被共产党赶到什么？赶到厦门这一带，他已经如果麦克阿瑟没有用船把他运到台湾，把他们接到台湾来，这些人只能跳太平洋了哈。但是毕竟曾经跟美国携手作战，毕竟是盟军嘛，所以麦克阿瑟一时心软把他们接到台湾来。但是麦克阿瑟做错一件事情，把蒋介石的部队，那个叫什么？那叫流氓军嘛，流氓部队嘛，把他们接到台湾之前没有解除他武装，所以让台湾什么？让台湾手无寸铁的人民被一群蒋介石带来什么土匪兵蹂躏嘛。所以这美国欠台湾的了他欠台湾的。当时你可以你说你可以让蒋介石到台湾，而且当时蒋介石不是中华民国总统，你要弄清楚，当时一方军阀而已，军阀来占领台湾，这叫什么？这跟中华民国有什么关系？所以后面讲说我在台湾护国所以这个东西，所以中华民国在台湾已经是流亡政权了。如果中华民国没有离开过中国土地，它就不叫做流亡政权。可是当时的台湾是属于日本的，清朝已经把台湾送给日本了，所以蒋介石来到另外一个国家，他就叫做流亡政权。他在台湾重新复国，重新成立他的中华民国，所以那个中华民国已经完全断了。所以说中华民国现在它只有什么？只有台澎跟金马是它的土地嘛，因为台澎跟金马是什么？是中国的土地。你中华民国只能在台澎跟金马才是什么合法的，你中华民国在台湾就是不合法。而这个事情，我们台湾人被骗了几百年，不几十年。当我们开始讲这些东西的时候，越来越多人相信了，越来越多人懂了嘛。所以我们为什么最近讲什么孙中山啦、蒋介石他们的所有的丑态嘛，所有的谎言，国民党跟共产党一直都是在谎言治国嘛。而台湾人居然已经民主了，民进党已经执政18年了，今年第18年了。民进党没有再告诉人民我们的正统是什么，还在今天我们的总统就职还要跟孙大炮鞠躬，你说这不是台湾的羞耻是什么？台湾人100年的耻辱嘛。赖清德我们这么支持他，他是我们台独金孙呢，可是我们对他所有的期待他做到了吗？我认为他做的可能比蔡英文还烂。我们到今天没有感觉到，哎呦，你这个赖清德当年的魄力哪里去了？你不用当总统，当胆子变小了，好不好？总统要越当胆子越大，不是越当越胆小。但是各位，你觉得我们这样这种鞭策他有效吗？他有。赖清德是个脸皮很薄的人所以我们这样盯他是有效果的。全世界都知道他有幕僚在看我们节目嘛，全世界都知道嘛。从我回来之后，我讲的每一件事，他1半以上都有照着做嘛，所以大家都知道他也在看我们节目嘛。所以我们持续的鞭策他，台湾人需要你做这些事情嘛，否则我学你干什么？是吧？然后我就问你你民进党执政18年了，你又不是今天刚执政，你今天跟我讲这个国民党的错，
我当然知道国民党错啊。如果罪不在国民党，我就不会投给你啦。我为什么投给你，就表示什么？我告诉你，我们不要国民党那样的氛围下的台湾。可是我如果选了你民进党，选了你是吧？选了你赖清德，可是我发现你的做法好像跟国民党也没什么差别。如果到那一天，我跟各位讲，那个民进党以后很危险。尤其是当我们台美党成立之后，民进党你现在陪啊背个案，真的民进党你要弄清楚，当我们有一个正统的政党出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像国民党那么好打的哦，各位，因为国民党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所有东西是谎言嘛，我们都是走正统的东西哦，我们的论述是美国的论述，我们链接是美国，我们有直达川普的人了，我们有直达川普的管道。我们走的都是正途。我问你，接下来你要怎么跟我玩？所以只有一条路走哈，赶快，不要以为你可以什么，你可以妥协，你可以跟国民党妥协，你要跟国民党妥协，台湾人民也不愿意妥协啊。因为如果继续妥协的话，台湾到今天还叫中华民国台湾，不伦不类嘛。中华民国就中华民国，台湾就台湾。什么叫中华民国台湾？我第一次听到蔡英文讲这些，我就说完蛋了，这个中华民国台湾一定会把我们台独的人全部吃光了。果然台独很多人很天真的，有时候哇，人家有讲台湾的啦，那中华民国后面还有台湾啊，那就是我们台湾得到什么？得到尊重？错，中华民国排在前面。中华民国这是个伪政权，是个流亡政权，而且对台湾什么？对台湾充满了什么恶意嘛？全世界什么戒严40几年，是系长。全世界戒严48年，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国家戒严40几年的？国民党干啊，只有他们干这些事情啊。这些人在台湾的罪恶，你台湾人怎么能够忍受呢？你台湾人，你的祖先受到这么多屈辱，你台湾人到今天什么？大家说，哎呀，得过且过，反正我今天生活过得不错哈。啊，反正我台积电的股票，我已经一张已经快200万了哈，一张股票200万了，可以的啦，那吓死人了哈。像那个什么，有一个叫信华，一张股票快1000万呢。信华股票900多块啊，9000多块啊，老大。台湾有一档股票，一张股票可以买一套房子啊，你说厉不厉害？这个就是什么？台湾整个产业链发展到极致之后，你会发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事情。我们居然有股票一张要1000万的。就是它的股价大概快1万块一股啊，一股1万块是什么概念？各位你想想看，一股的什么票面是10块钱，它现在一股1万块，表示什么？它涨了1000倍，不止1000倍，因为它还有多年配股配息嘛，所以这种股票至少都涨了1万倍了。就你当年投1万块，现在变成1兆了，变1亿了，不是1兆。台湾有这样的公司再出来啊。我们以前很羡慕美国啊，美国人真的厉害哦。美国人当年买 NVIDIA 啦，当年买那些什么苹果那些都很便宜的时候买，所以美国人只要买对股票，他3代人都不用工作了哈。但是这是因为美国的科技垄断全世界，全世界只有他有这种科技，他才有这种价值。台湾也开始有了，各位你去看看了，NVIDIA 现在是什么？现在大概200-300块美金一股。但你要知道它是拆分哦，它是一股拆成10股的哦。它现在200多块就等于如果没有拆，它是一股2000多块美金哦，弄清楚哦。2000多块美金是什么概念？3万块的台币，一股3万多块台币。我们最高一股是什么？9000多块，所以台湾还有空间啊。台湾如果继续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氛围，台湾人再光靠股市了，你就什么几代人不用工作了，你只要买对股票。所以不用去羡慕美国人，我说美国人怎么那么好？你们这天之骄子哎！你看你们美国股市有多少这种叫做独角兽，这种从很便宜到什么，就不要说什么啦，就不要说 NVIDIA 啦，就说 AMD 啦。苏姿丰来接 AMD 的时候 ，AMD 股票才2块啦，那个已经几乎是嘛，那个几乎要倒掉的公司了。结果苏姿丰把它带成什么？带到今天全世界第2大华人的软体公司嘛。AMD 很厉害哦 ，AMD 他们做那个什么，他做的 CPU 啊，他做的 GPU 可以跟它比黄仁勋差一点哦，它的功能可能是黄仁勋80%而已哦，可是你看
20%，差20%而已哦，功能输它20%，它整个市场就被黄仁勋抢走了。所以我说，科技业是赢者全拿的行业嘛。而这些东西未来台湾人，你台湾的天才，在台湾就可以创业了。未来台湾的科技公司不用去美国创业，好不好？这个才是厉害的哦。当科技公司在台湾就能创业，就能飞上天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时代的台湾人又是嘛，对世界的面貌又是不同，对世界又是个不同的面貌，那个才是我们台湾人要追求的，好不好？是吧？为什么说你说不用去台湾人不用去美国创业？因为美国的7大科技公司全部到台湾设分公司了，尤其黄仁勋把海外总公司设在台湾，黄仁勋把他5兆美元的价值压在台湾，我就问你，共产党打什么打？美国都敢把5兆美元最大公司的海外总公司海外总公司设在台湾，表示什么？他认为你台湾不会，你台湾有能力应付这些问题嘛？从那一天开始，共产党再说要打你，就是在唬你了。共产党知道黄仁勋，知道美国8大科技公司海外营运中心都在台湾的时候，我就问你，没有人会相信共产党能打台湾了。对，那你打台湾就等于打美国啊，美国能受得了吗？对不对？美国根本不用跟你打，就像那个帕帕罗讲的，是不是那个什么印太沙皇讲的嘛？中国只要发射一颗飞弹打台湾，美国的航母就会让你中国进入地狱模式嘛，因为他已经把你所有的火箭军的位置早就标示出来，这个他已经公开过了，大家知道哈。所以为什么中国的火箭军被清洗了3次，到今天火箭军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稳稳当当的接掌火箭军，因为连习近平都怕火箭军，他可以什么？我不打台海，我打中南海啊！我干嘛打台海？我打台海，美国人一定会灭了我嘛，叫地狱模式嘛。可是我如果什么打中南海，打中南海是真的有可能把习近平灭掉之后，我的整个什么，我的整个活路就出来了嘛。所以我之前就讲，中国未来会进入什么军阀割据。这个军阀割据，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可能越来越明确了，越来越明显了。为什么？为什么会越来越明显？中央控制不了地方了嘛。我们台湾在蒸蒸日上，中国在什么日渐堕落嘛，经济垮了，连统一的什么权力、统一的基础都垮了。大家都讲说，共产党本来就不具合法性，它唯一可以什么？可以让人民接受什么？至少你让台湾你带到一个程度，让台湾中国人民是有饭吃的。当你现在又回到中国人民饿肚子的状态，你的所有合法性就不存在了，都已经不用台湾跟你竞争了哦，你说合法性就不存在了。所以当台湾懂得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最好的方式是让自己飞到天上去让中国永远看不到你的车尾灯，永远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的屁股都看不到，因为距离太远了。而这个事情在台湾正在发生了，各位。这个不是我这边吹牛，是正在发生了。所以说我们去年的 GDP 成长率 8.6%， 这种已开发国家经济成长率 8.6% 是什么概念啊？全世界真的没有这种概念。我跟你讲，那个 8.6% 是这样啊，像中国这种开发中国家 8.6% 成长率是可能的。印度现在就有 8.6%。成熟国家没有人有 8.6%， 因为那个你已经达到极致。什么叫已开发国家？你科技发展已经达到极致了，你很难再有这么高速成长。可是台湾今年总 GDP 会超过1兆美元。我现在在越南，对，那我查了一下越南嘛，越南今年的 GDP 只有5000亿，越南有1亿人，可是它的 GDP 只有台湾的1半。台湾2300万人是越南1亿人 GDP 的2倍，那表示什么？表示说越南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而台湾已经，因为我们走到什么？走到最高阶、最有价值的东西嘛。我不是讲了那个 AI 伺服器啊，我儿子他们公司做 AI 伺服器的啊，他们今年年终奖金发了非常多年终奖金了，为什么？赚太多钱了。我儿子说。订单排到后年了，
AI 伺服器订单又大涨，利润又好。不，以前我们说，哎呀，那个什么短线鬼，就是说大涨的订单都没利润，对不对？现在台湾伺服器不是这样，单子大到你想象不到，但是利润又好的不得了。所以一家台积电可以养活一个台湾，所以整个科技产业链就可以把台湾就可以把台湾养得肥肥胖胖。那你觉得你还怕什么呢？可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是蓝白这些被中共收买的这一群人嘛，在台湾想尽办法打压你台湾人，打压到台湾人发生对自己没有自信啊。我不常讲一件事吗？台积电在台湾股票现在1910几块，对不对？1900啊，算1900。可是 ADR 在美国，台积电在美国的 ADR 值多少钱？值2400块。ADR 是不值 ，ADR 照理讲 ，ADR 叫存托凭证啊。什么叫存托凭证？存托凭证就是说你可以分红，但是你不能介入经营嘛。也就是说，存托凭证应该是比台湾不值钱，照应该反过来说，台湾2300啊，美国1900，这才合理啊。可是因为我们台湾人被蓝白恐吓到现在，台湾人都不相信自己的台积电有这么值钱，反而是美国的 ADR 现在你可以查一查资料哈，现在大概2400左右，台积电值2400，给我们台湾只值1915。刚刚有人打出来哈，1915是吧？1919。我忘了，我那时候这2天没有看，我不知道。对啊，1915啦。台湾同一只股票，而且我们比美国更有价值的股票，结果我们比美国差快500块，500块呢，各位，一张股票差多少钱？差50万呢，一张股票差50万呢，就是因为你的。所以你告诉我，你不关心政治，对啊，你不关心政治，你一张股票少赚50万啊，因为蓝白一天到晚唱衰你，告诉你没有价值，所以你最有价值的台积电股票你冲不上去，美国可以冲到2400，台湾只有1900，这50万是不是因为你的什么？因为你的不关心政治，因为你什么才不了解世界，所以才会被蓝白这样嘛，直接压制了你的资产嘛。不光这样哦，蓝白哦，不相信台积电会这么强，他们一路放空哦。当然那些人会亏得很厉害了，亏死掉。这个就是什么？所以呢，你觉得不关心政治对吗？你来听我们的节目，很多人都说塔上谢谢你哦，我听你的节目我赚了很多钱股票嘛，因为我一直跟他讲说。从台湾股票冲过1万点的时候，我是不是讲台积电股票？台湾股票最早到3万点。我那时候是不是讲台积电股票最早到2000？这个我都讲很久了哈，只是很多人不相信。可是现在相信了，我们现在最高到33000点了。马英九时代台湾的股票最低跌到3000点了，我们现在股票是33000点了。我就问你啊，以前克林顿竞选不是说笨蛋？问题在经济的，可是台湾经济这么强啊，台湾经济好得不得了啊，可是因为共产党大量在给台湾渗透，所以就连我们这么好的经济都可以被唱衰到什么？民不聊生了。我现在常常听到那些小草说台湾民不聊生了。我哪里来民不聊生？我觉得我们周围的小孩，周围的年轻人都生活得很好啊，因为台湾的科技太发达了，带动这些人的薪水。台湾黄仁勋未来会在台湾什么用年薪800万？我不讲了啊，黄仁勋用年薪800万在台湾请工程师，800万是什么概念？年薪800万是什么概念？已经不输美国的矽谷了。这表示什么？越来越多人需要台湾，他为什么要在台湾设立总公司？因为就地取材嘛，是吧？我的晶片在台积电，黄仁勋。我设计好的晶片，我直接就跟台湾的台积电跟工厂直接沟通嘛，甚至他们什么流片就直接在台湾就先走了嘛，所以说台湾形成了一个什么产业链，这个产业廊道，这个已经形成，这形成之后谁都破坏不了了，所以只要台湾人继续坚守台湾，我跟各位讲，你就会是世界上最高阶的一等公民。台积电台湾跟着台积电腾飞，台湾什么
百年腾飞了，百年崛起，这个是在我们这一代看得到的哈。而这个是全台湾我唯一一个讲过台湾百年腾飞的，而且我4年前就讲，到今天慢慢才开始有那个曙光了。说哎呦，他在你4年前讲，我现在才开始看到那个百年腾飞的迹象哦。因为什么？因为我全心全意在做这些事嘛，所以我可以很清楚看到整个趋势嘛。到今天除了我还有谁在讲？没有啊！你不要以为台湾这些政论家多厉害啊！到今天没有一个人在讲这些东西，他讲不了。所以说有些东西你会觉得可能你认为是常识，但是并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们看到很多那些什么台湾位居高位的人，到今天就搞不清楚台积电有多重要嘛。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哈，有外交界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啊，什么沈明是这些人啊，笑死了。跟我同台讲那个话，你们都听到了吗？他认为没有啦，我们没有那么厉害啦。美国人一定会在什么，在晶片上会有备案，说美国人可以做到，他有备案哦，因为他不需要台积电。我在我节目都笑他啊，我说你们这些人真是混吃等死，你知道吗？在台湾国际关系台湾国际关系的主任哦，龚继宽委哦，那表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那么聪明的，好不好？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厉害，好不好？他站了那样的高位，我都敢笑他。我一介平民，我都敢笑他。你连台湾的价值都看不懂，就是因为这么多人看不懂台湾价值，所以才会被中国的渗透给骗了嘛。如果你真的了解台湾的价值，那些渗透是没有用的，它渗透不了你的。所以我们继续讲台湾的价值，继续讲国民党的什么？国民党根我要把它挖掉嘛。各位，这个事情会有机会成功的哦。感谢现在在线的有1063位了哈，谢谢各位。过年有1000多位在同时在线上，我觉得我已经很开心了哈。感谢各位，你们的支持啊，你们的上线看是我最大的支持啦，好不好？不好意思，今天都还没有念抖内的。福建30块抖内，谢谢，期待台美党创党成功，感谢。讲得太激动了哦，我都没有念抖内。再来，这个福建75块抖内，赖总统还有 DPP 不知道 ROC 是不合台湾的服装吗？既然知道 ROC 是不合台湾的服装，那为什么还要勉强穿？大部分人除了一个雄才大略的人，能够开疆辟土的人，才敢去改变现状。赖清德不是不好，但赖清德没有改变现状的雄心壮志，所以我那么支持他。我今天开始什么？我开始批评他之后，他缺乏这种雄心壮志。现阶段台湾不需要一个太平总统，现阶段的台湾需要一个雄才大略的人。可惜赖清德好像不是。我们这些人对他实在是看走眼了。口碑扣卡30块，懂了，谢谢。请问廖董对川普白宫账号po文惊见台湾名称与中国并列，美国直接晒台湾国旗的看法？这个川普所有的行为，包括他在全世界的布局，你不要以为他对乌克兰有兴趣的。我就问你啊，我讲过，乌克兰就算被俄罗斯侵占，跟美国有什么屁关系？那个是北约的事，好不好？所以美国在全世界所有的布局，其实着眼在哪里？着眼在台海。所以任何一件事，美国都什么？一直在消耗中国。3月份川普要去中国，你们觉得川普怎么这个时候去中国干嘛？不奇怪，好不好？中国现在的外销还是不错，还是蛮强的。去年他不是2025年什么顺差1兆美元吗？这个我相信了。为什么？因为他流血输出嘛，他用很低的价格去打。为什么？因为他要用东西，虽然亏钱，但是要去换美元回来。他没有美元不行嘛，因为他要买粮食、买油、买晶片。如果没有外汇，他是没有办法走下去的。所以他宁愿低价。那低价造成什么？给美国缓和它的通货膨胀。所以川普讲说，既然你卖到我美国的东西，几乎是白送了。那个价格是
没有人能做啊，那表示你是亏钱嘛。你流血输出，那我白占你的便宜，为什么不要？所以川普这个时候还在这个时间跟习近平什么眉来眼去嘛，他就是看说，哎呦，你要把东西卖那么便宜给我，造福我美国，减少我美国通货膨胀，那我为什么不接受呢？所以不奇怪，不要觉得说哦，川普要去跟习近平勾勾搭搭，那个没关系，人家站在是国家立场。两个超级大国，一个叫老大，一个叫老二，这两个国家的冲突不可能说今天冲突，明天老死不相往来，因为它毕竟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它有很多东西不是那么容易说断就断。可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政策已经很确定了，这个政策不会改变了，各位，这个真的已经不会改变了哈，所以你们就继续看嘛，不要因为川普的每一个动作而感到担心或者感到害怕，因为台湾是他丢不起的人。对啊，我就讲没有关系啊，来啊，你不珍惜台湾啊，我明天把晶片卖到中国，看你是谁，是你美国死还是我死啊？我这句话永远都有用哈，我已经讲过，我讲那句话永远都适用，全世界加在一起乘以5倍都打不过美国，可是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把美国搞死掉，那个国家在台湾，我只要晶片3天不出货，你美国市值71兆美元的股票全部崩盘，美国承担得起吗？承担得起这个71兆美元的股市整个崩盘吗？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利润基础，我们的什么呢？底气在这里，这个底气摆在这里哈，不管说他表面上做了什么事情，我可以跟你讲，最后归根究底，他还是要保护台湾，就是这么简单，否则不会有什么有川普的右派，高市长的右派，这个突然高市长要跟川普突然2个人走在一起，这怎么会是偶然呢？只是我讲哦，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赖清德没有跟上去而已嘛，所以我是不是最早开骂赖清德了？我骂赖清德骂很多年，好几个月了，因为美国明明在走右派，日本高市早苗也是右派，台湾居然没有一个右派政党，整个台湾全部都走左派政党，所以我的台美党，我就是要走右派政党。这件事应该可以让很多台湾人清醒，终于台湾有人想到右派的重要。你左派越走到最后会什么？会死得越快，越左会什么？左派支持什么？大政府。左派为什么左派最后走上共产主义？因为他要大政府嘛。什么叫大政府？就政府来控制一切嘛，是不是？这个是左派的思想哦，可是右派思想是小政府哦。是让人民自己是吧？所以左派虽然是一种什么保守主义的，可是我认为保守主义才是适合人类的，尤其在这个时候。如果现在全世界都太平年代我认为走左派也不是错。如果世界是个太平年代，台湾左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对面有一个共产党，天天虎视眈眈，你没有资格左派，就是因为你左派，所以他才用大量的什么？用大量的中配，用大量的什么？用大量的人民来渗透你。如果我今天用右派的这个方式，你只要在台湾，你只要嫁到台湾，你跟台湾老公离婚了，马上可以驱逐出境，因为你是因为跟这个台湾老公结婚，你才享受台湾的什么？台湾的国籍，享受台湾的国籍，享受台湾的健保，享受台湾的福利。可是如果你这个婚姻失去，我问你，你明明是敌国的人，你为什么可以来享受我国的福利？因为你这个什么，你这个婚姻已经失效了，你婚姻失效，你的身份就失效。可是台湾人居然没有人敢提这个案子，我们成立后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的论述很正常我们很全面的论述这件事并不奇怪，好不好？你因为什么而得到这个权利？你这个原因失去，你当然就没有这个权利啊，是不是？你怎么可以这样？所以到时候现在变得很严重，是什么？中配到台湾，拿到台湾身份之后，离婚再跟中国人结婚，然后再把他中配再带过来，一连串这个事情。以前那个谁，以前那个叫什么忘了，那一个人带28个人过来啊，这个权利是有的。可是我们台湾政府因为他走左派，他走左派什么？重视人权，他重视人权重到
不在乎国家安全。各位，什么叫人权？什么叫人权？所以这些左派居然支持加害者的人权，而不支持受害者的人权。所以台湾的废死联盟被我们批评最厉害嘛，包括敌人虎视眈眈。可是你说我要保护人权，我保护敌人派来台湾渗透的这一群人，这个就是我们台湾什么左派左交思想到今天完全没有得到控制，没有得到控制没关系啊，只有什么我们台美党这样的右派政权站出来，否则我跟你讲，台湾根本就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哈。好，我不好意思，还有几个已经跳过去了，还有几个抖内我已经跳过去了，不好意思，今天讲的太兴奋了啊。你抖内没有被念到的人，请你理解一下，请理解一下。对啊，往前追溯一律驱逐啊哈。韦立雄，你说什么？其实台湾命算不错啦，马8年没有把台湾全毁了，只有蔡英文救回来。各位，不是台湾命不错，不是台湾命不错，是台湾年轻人，台湾的知识分子，台湾的知识分子太强了。所以马英九是要把台湾卖掉啦，胡茂是要把台湾卖掉啊，不是太阳花牛嘛？所以这个不是命好啊。你们怎么没有想到当年的太阳花他们干了什么事情啊？如果不是太阳花，我常讲，如果不是太阳花，中国的胡茂整个进到台湾，我跟你讲，你们每一个人在外面上班，你们在外面打工，你们老板都是中国人了，看你能不能忍受，好不好？好，每一次台湾在一个关键转折点的时候，台湾总是有一群知识分子，一群年轻人会跳出来救这个国家，是不是？这一次的青鸟，之前的太阳花，以前的茉莉花，一直都是这个是台湾的传统。台湾的知识分子是富有什么？会有忧国忧民的天性，所以台湾的知识分子可以救国，不是一次了，已经很多次了。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底气嘛。你看中国中国他很奇怪，他每次遇到转折的时候，他永远选择最坏的选择。所以说，习近平上台之前，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这样中国再这样发展下去，中国 GDP 超越美国是必然的。可是上天居然派了一个习近平来，硬生生的把它扯下来，你看，扯到今天的中国，不但跟美国没有竞争力了，而且基本上又回到什么？又回到饥荒的边缘。可是我讲饥荒的边缘一点都不奇怪啊，中国已经到饥荒边缘了，因为什么？中国40%的粮食要进口啊，你如果没有外汇，你怎么进口这些粮食？是不是？而你如果外销不好，现在是他可以靠低价外销去抢一些，而且主要是靠转口啦。我可以跟各位讲，你们去看什么？中越边境那个大货车那个边境贸易吓死人，绵延几十公里了。为什么？美国人就忌讳在乎这个。中国把中国的货拉到越南，然后什么叫转口贸易，洗白嘛，换个标签就出口了嘛。这件事情是美国至今为止对越南最大的吧，他对美国最大的顾忌。当然这件事情我认为啦，越南他会去处理这个事情了，因为这样下去对越南没有一点好处，因为人家来洗产地赚的是中国人赚，不是你越南赚，你干嘛去配合这个事情呢？所以我相信越南他们会有什么，会有所动作的。如果连这一块已经断绝了中国洗产地的这条路线的话，马来西亚是他洗产地的地方越南也是很多国家都是他洗产地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他说2025年他的顺差有1兆美元，1兆美元是这样来的，不是他多厉害好不好？他是因为转了好几圈，那个他只要能把外汇换回来就好，他也不在乎说转几圈增加多少成本，这个就是中共的困境，好不好？1161了，我们现在在线了1100多了1197了，快1200了。直播有1200个人在听你讲直播，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尤其是我们这样的人第一，我们讲政治枯燥无味；第二，我们是个糟老头他妈又不帅又不好看可是我们今天能够让这么多人愿意坐下来听我们，我觉得非常的满足了所以我说，
你们说，哎呀，过年那么辛苦要讲，我不觉得辛苦啊，因为我觉得我很期待这段时间哈，这1个小时了哈。今天我大概60分钟就准备下播了哈，今天没有办法像平常讲了100分钟了哈，因为朋友等我去吃饭，现在朋友在等我吃饭哈，所以感谢各位啊，今天过年还来上我节目了。对啊，你中国读书的有很多有越南转口进台湾了，哎，是啊，我才觉得说奇怪，台湾现在很多，比如说那个萝卜很大那种哦，大白菜那个，我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台湾产的嘛。我在想说，为什么这些蔬菜可以？这明明就是山东那边产的，因为我在中国那么多年，我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山东产的。可是为什么台湾有那么多？原来它是从越南转进来的啊！台湾政府好像也什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哎，所以说啊，各位啊，台湾最后只能靠我们台美党来撑起来。台湾的民进党继续走下去我只能跟你讲，万劫不复了。你有比欧洲强吗？欧洲现在因为左倾走到今天，欧洲完全快不行了。各位，你去看看欧洲成什么样子了？难道我们台湾还要走那条路吗？但是你看台湾现在有没有一个人敢说我要走右派？只有我，没有一个人敢说。真的很奇怪台湾人那也奇怪所以也就是说，台湾人不是你以为的那么有世界观，也不是你以为的看得懂世界的人也不是很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我们的重要性。我们各方面，我们从我们节目讲的内容到今天所有的内容讲的到今天，我跟你讲，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希望所以我常讲说，我们台美党吸引了一些很高阶的朋友嘛，包括我的后制，那个都是很高阶的。我跟你讲，我们台美党的成员每一个学历都比我高，我跟你讲，每个学历都比我高，但是他们愿意聚集在我们这边，共同为这个国家来推动这个国家。真的，我跟各位讲，他们这些高学历人的眼界真的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能够把这些人集合在一起，是我们的幸运了台湾 good 30块懂了，谢谢。请问廖董，什么是戒严，以及老蒋戒严对台湾的影响跟伤害？什么叫戒严？它是等于以军法来管理这个国家嘛？以前叫什么？以前叫啥？任何一件事都是唯一死刑，很小的事情都是唯一死刑。民主国家没有，你像看台湾现在基本上不判死刑了。台湾现在几年来都没有枪毙过，只有赖清德刚上任枪毙过一个台湾有上百个死刑犯到今天都没有枪毙嘛？因为他们什么？我们是民主国家的法律其实是很松的，戒严是非常严格的，而且他不用经过什么审判，他就军法给你审判军法审判你能活吗？军法审判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直接枪毙了，好不好？这就是戒严，戒严是最恐怖的。戒严之下，人民是没有任何人权的。而我们台湾在没有任何人权情况下，居然我们撑过了40几年。我们的祖上经过像我也是经过戒严的是不是？他解除戒严的时候，我已经20-30岁了我的人生也是在戒严中长大的嘛。所以为什么很多台湾人到今天不敢讲政治？哪怕我们已经民进党执政18年了到今天台湾人很多人还是不敢讲政治。像我这种不怕死的也真的不多了。但是我就跟你讲，会怎么样？会怎样？他真的能把我谋杀吗？把我暗杀吗？笑死人了共产党我都不怕你，怕你这些人是不是？所以如果台湾人每个人就像我们这样，我不怕你，我视死如归，这个国家就可以有改变。不要每个人都想说，哎呀，我是很支持你可是我就不能什么，我就不能抛头露面但我没有让你抛头露面至少你可以表态嘛，你可以用选票来表态嘛，是吧？我真的不相信台湾现在还有那么多亲共者我真的不相信这些国民党的败逃到台湾，被打得屁滚尿流躲到台湾了，他们的祖上跟共产党是什么？你死我活，结果他现在去舔共，这个不合理这个不合理。所以我认为那个只有少数而已所以我们台美党是可以把这些，只要你是反共的蓝营，我要把你拉出来。我要告诉你，你反共的蓝营，我们不跟你谈统独。你外省人，
你反共蓝营，你很讨厌台独对，没关系，我廖金章不跟你谈台独，我跟你讲加入美国51州，这个绝对是我们可以达到的共识，这一点大概是可以最大公因数，这个是继续往前走。我们又很多人哦，所以这两天我不是跟美国那个共和党那个朋友在谈这个事吗？然后很多朋友觉得说，哎呀，方向好像不太一样，那就我们要加入51州，那他们可能是说有点什么，他们好像要走台独这个方向，所以我说没有关系，我们要时间磨合，这是我的责任，我负责两方面去磨合这个事嘛，不要直接去什么，不要直接就什么就反对这些事情。我跟各位讲，这个事情能走通，我们可以直打川普。走不通，对我们也是个伤害。但是每个人的政治立场怎么会一样？我就问你，事实上哪有说两个人政治立场完全一样的？所以说一定有很多求同存和、求同存异啊，这个事情才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要什么？要面对的，你要有这种基本的修养，否则你在这个时代你很难生存，是不是？不用什么啊，他的想法跟我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把他排斥掉，真的不要这样，真的不要这样哈，很不容易啦。我们这台美党还没有成立，现在已经各方的能量人都进来了哈，要好好珍惜你身边每一个跟你一起同行的人，这些人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理念相同走在一起的，不要因为你本来就不是不同的人，结果又有感觉有一点点理念不同，你就开始还要反对啦什么，千万不要这样哈，千万不要这样。你要怎么把这个党做大？包容是最重要的。除了你亲共我不要之外，除了你有前科我不要之外，其他我都要。这个就是我成立台美党的宗旨。只要你不亲共，只要你没有前科，我跟你讲，任何人加入我台美党我都欢迎。阿你唔知阿你，你想想看啦。绿的民进党吃绿的这一块啦，国民党吃蓝的这一块啦，其实这一块他们这两个极端哦，各占不到30%的，中间绝对超过40%的。我来吃中间这一块，再加蓝的吃一点，绿的吃一点，我们有没有可能比国民党还厉害？有没有可能比民进党还大党？真的有可能，好不好？相信我这句话哈。对啊，这戒严就是这样啊！你们没有经过戒严，就不知道那个恐怖了。人人时时刻刻都什么噤若寒蝉。那个时代，所以那个时代，我们的父母不太敢跟你让，就说哎，我们出门就不要什么都不要管了，不要讲了啊。我们也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哦。好啊 ，Hawking 30块懂那些台美党成功创党后，一定要开记者会，要盛大举办哦。这个我有很多东西还不能讲。我有一天让你们看到我们在筹备什么，你就吓到我跟你讲。所以记者会那个真的是小事，那个小 case 的 case 哈。如果这些我现在在筹划这些东西能够顺利完成的话，这个能量是你想象不到的。当然不要讲太多，因为事情还没有成嘛，是吧？因为很多人就是说，塔山你可不可以不要先把话讲那么早？我说啊，太爽了，不讲很难受啊！我这个人他妈心里有松心，不讲我他妈3天睡不着觉哈，是不是？好不好？川普不是川普来，某某人啊，如果某些人如果真的愿意跟台湾走到一起，这个美国共和党的人如果跟我们台湾台美党，我们英文叫台湾共和党的台湾 Republican Party 嘛。TRP 嘛，所以这就跟美国跟共和党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东西会触动到共和党某些人啊，但是唯一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强调要什么？要基督教信仰这块，我比较头痛了一点。台湾基督教徒只有7%啦，台湾基督教不是很多。我虽然是佛教徒哦，我对基督教是非常推崇的哈。我是佛教徒，但我对基督教是非常推崇的。可是如果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的党纲，我有点犹豫，你知道吗？啊，这个没关系，这个我们后面我们再开会讨论这个事了。求同存异，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台湾人要学会求同存异，
然后我们政党才有可能超越民进党，超越国民党。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不可以像什么像独裁者一样，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我就是要干你，我就是要把你踢出去，我就是要跟这个很可怕哈。台湾不要有这种想法哈，这种思维是很可怕的哈。好了，1个小时，因为我今天跟朋友约着吃饭嘛，所以我们今天就提早结束哈。先到这边为止了，感谢各位哈。好了，他有什么要问的哈？我再等2分钟，好不好？很久没有讲讲1个小时了哈。很少没有讲那么久的。马家是匪谍后代，这个是我全台湾最早讲的。马鹤龄他们一家就是中共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匪谍，只是当时没有被抓到而已。结果马英九上台之后，你看完全跟中共靠在一起。马英九那个时候把台湾的什么飞弹研发经费给取消了，本来美国要卖我们8艘潜艇啊，马英九挡了所有的预算，所以到今天台湾没有潜艇。因为马英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消灭台湾的国防嘛，甚至马英九时代我们的汉光演习啊，是放影片的，放音响的呢，没有真正演习。所以马英九如果那个经历过那个时代，你就知道马英九有多可恶。所以为什么他下台的时候，他的支持度只有9%？你忘记了吗？他9%总统，台湾人都记得有一个9%总统就是马英九嘛。居然你是国民党哦，你看长得又帅啊，但是学历又高，台湾人的偶像啊，结果他最后支持度只有9%啊，因为绝大部分人就看到你在跟中共眉来眼去嘛，而且不是眉来眼去，是实际在操纵嘛，还实际用服贸。什么叫服贸？你们知道吗？就是什么中国人到台湾设立公司，说可以进入台湾的服务业哦，不是服务业跟贸易业哦。什么叫贸？服务业跟贸易。服务业说你中国到台湾开餐厅啦，开什么都可以哦。然后你只要在台湾投资600万开一个餐厅，你就可以引进12个中国人到台湾来啊！哇，你这样会把台湾这个健保给吃垮，你知道？然后呢，什么叫贸易？中国的货可以进到台湾，换个标签出口到美国，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对美国关税比较低，中国关税比较高，所以马英九在国防上再怎么打压台湾的国防，两岸贸易上完全倾向中国，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不是太阳花站出来，我跟你讲，台湾现在就完蛋了。我真跟你讲，如果你台湾的服务业都被中国控制的话，你就没有能力抵抗中国了。现在我们在台湾就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一群人我们要站出来抵抗中国，你根本就没有机会了，因为你什么都被控制掉。那个时候什么？那个时候你看到赵伟国是吧？紫光，赵伟国不是说台湾来说，他连台积电都要买走吗？结果这个赵伟国现在被关起来了，被判刑，判了无期徒刑，好不好笑？好不好笑？赵伟国有什么钱？他钱全部是中共给他的嘛。拿中共的钱，那到台湾要买联发科啦，买台积电啦，买日月光啦，他这样讲，全台湾的科技公司都被他买光了。那个时候是谁挡住了？蔡英文他们这一群人挡住他嘛。当然，张忠谋也不同意嘛。所以还好我们挡住这一块，否则不要说国防啦。马英九时代不是国防被那个而已啦，包括农业。中国所有农业技术都是马英九时代拿过来的，好不好？然后服贸快被他抢走了，连科技业都要被中国人抢走了。如果不是台湾人很强大的太阳花年轻人，那些太阳花都是20岁左右。我儿子那个时代，我儿子我儿媳妇都是太阳花的前锋，你知道吗？我儿媳妇是太阳花前20个冲到立法院其中一个啦。所以我常常讲说，这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以后我孙子长大，我跟他讲说，我们家的传统，你爸爸是太阳花，你那公是青鸟，你奶奶爷爷是青鸟，这个就是说捍卫台湾这一群人，我们要什么？要传承下去嘛，对吧？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对台湾年轻人很有信心嘛。就是讲到小草那个极少数啦，我不相信。如果台湾的年轻人就像小草这样，我跟哥讲了，台湾早就垮掉了。你哪里来的8.6的经济成长率？你哪里来的台积电？哪里来的联发科？先到这里，我今天先到这里为止了，没关系，明天再讲哈。
感谢各位，感谢各位，谢谢各位。现在很多朋友叫我赶快去吃饭了啊，你知道我还没吃饭了。其实这边比台湾晚1个小时啊，所以你们现在是几分？几点？你们现在是8点多嘛，我现在才7点而已啦，所以我现在去吃饭刚好，没有比较晚了。好，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明天再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哦，那恭喜他们。